为什么你总是吸引重复的剧本？你有没有发现，同样的事情好像一再在你的人生里上演？换了一段感情，却又遇见同样的问题；换了一份工作，却还是感受到同样的挫败；换了一个环境，却依旧陷入相似的孤单与无力。你忍不住问自己，为什么总是这样？是不是我命不好？是不是宇宙在跟我作对？亲爱的，宇宙从来没有要惩罚你，它只是透过重复的剧本，提醒你，有一个课题，你还没有真正学会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潜意识的信念，那些信念像是隐形的磁铁，吸引着相似的经验，让你一再走进同样的场景。如果你心里深处相信自己不值得被爱，你就会吸引到让你觉得自己需要拼命付出的关系。如果你潜意识里觉得钱很难赚，你就会遇到再怎么努力也不够的状况。如果你害怕被看见，你就会一次次错过展现自己的机会。这不是因为世界残酷，而是因为你的内在正在用外在的剧本告诉你，这里有个信念需要被看见。亲爱的，与其抱怨剧本为什么重复，不如静下来，诚实地问自己，这个经验想要提醒我什么？它也许在提醒你，你值得被尊重。它也许在提醒你，你有权利去选择。它也许在提醒你，你不需要再用匮乏的眼光看自己。当你开始看懂，当你开始松开旧的信念，剧本就不再需要重演，因为宇宙不会让你无止境的受苦。它只是希望你学会，希望你觉醒，希望你用一个新的选择，打破那个循环。亲爱的，你不是被困在命运里，你只是被邀请去看清自己内在的真相。所以请不要再责怪自己，也不要再恐惧重复。每一次重复，都是一次疗愈的机会。每一次重复，都是一次转化的入口。当你愿意对自己诚实，愿意调整信念，愿意相信你可以创造不同的选择，那一刻，新的剧本就会展开。亲爱的，你不是注定重复，你只是还没选择改变。请你相信，当你学会看懂，学会放下，学会用爱取代恐惧，你的人生就会开始写下全新的篇章。显化不是吸引，是记得你本来就拥有。你是不是常常以为，显化是一种从外面拿进来的过程？你写下愿望，期待宇宙把它送来，就像等待一份礼物，从遥远的地方慢慢寄到你身边。你以为自己必须努力吸引，必须证明够资格，必须用尽方法，才能换来想要的结果。可是，亲爱的，真正的显化，不是吸引，而是记得。记得什么呢？记得你本来就拥有。你渴望爱，因为爱一直在你心里，只是你曾经怀疑，曾经不敢承认，所以你忘了自己其实就是爱的源头。你渴望丰盛，因为你早就具备创造与流动的能力，只是你被过去的匮乏故事蒙住，所以你以为自己没有。你渴望自由，因为灵魂本来就是自由的，只是你困在恐惧与控制里，
所以你感觉不到。显化的本质不是让宇宙给你什么新的东西，而是让你记起来，你早就拥有一切的可能。就像太阳，它从来不需要努力发光，它只要存在，光就自然流动。你也是一样，你不需要去外面拼命寻找，你只需要回到自己，你就会看见，所有的渴望其实一直都在。亲爱的，你觉得缺少，是因为你用错了眼光；你觉得遥远，是因为你忘了转身看看自己。当你开始记得，你就会放下焦虑，放下追逐，放下那种还不够的心情。你会明白，自己不需要再从外面要来什么，你需要的只是打开心，打开允许，打开那份对自己的信任。而当你这么做，外在的世界就会跟着改变，因为世界只是你的镜子。当你看见自己拥有，世界就会回应你更多的拥有。亲爱的，显化不是吸引，显化是记得。记得你本来就值得爱，记得你本来就富足，记得你本来就自由，记得你不需要成为别人，你只需要回到自己。当你记得，你就会看见，一切早就在你身边，只是等你承认，等你允许，等你接受。所以，请不要再怀疑自己不够，请不要再追逐那些让你焦虑的幻影，请你深深告诉自己，我本来就拥有，我本来就值得，我不需要吸引，我只需要记得。亲爱的，当你真的记得，宇宙会立刻回应你，因为它一直都在，从未离开过。你的身体会告诉你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对齐。你是不是常常在选择的时候，脑袋不停分析，权衡利弊，计算风险，却依然觉得迷茫？你列出长长的清单，告诉自己这样比较安全，那样比较合理，可最后，你的心却依然空空的，好像少了什么。亲爱的，当你困在头脑的时候，答案往往越来越模糊，因为真正的对齐，不是数据能证明的，而是身体能感受的。你的身体一直在替你说话。当你走在正确的方向，它会感到放松，呼吸变得顺畅，心跳轻快，甚至全身有一种微微的喜悦。当你走在不对的方向，它会紧绷，心口压得沉重，喉咙堵塞，胃开始翻搅，甚至晚上难以入眠。那不是你想太多，那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，这里不对，请你回头看看。亲爱的，你不需要再逼自己用头脑去控制一切，因为你的身体早就知道答案。当你学会倾听身体，你会发现，它比任何逻辑都诚实。头脑会编故事，告诉你应该怎么做，别人怎么看，社会的标准是什么，但身体不会说谎，它只会用感觉告诉你，这是不是对的。亲爱的，请你试着安静下来，闭上眼，深深呼吸，去感受身体在说什么。当你想起某个选择，
你的胸口是扩张的，还是收缩的？当你想象那个未来，你的身体是轻盈的，还是沉重的？这些微小的讯号，就是你与宇宙对齐的指南针。真正的对齐，不是去迎合外在的期待，而是让内在与身体同时感到安定。亲爱的，请你开始练习相信身体，它不只是承载你的灵魂，它本身就是灵魂的延伸，是你最直觉的导航系统。当你尊重身体的讯号，你就会发现自己不再那么混乱，不再那么怀疑，因为你的答案一直都在，只是你以前忽略了。宇宙没有要你用力猜测，它只要你放松，回到身体，回到呼吸，回到当下的感觉。你的身体会告诉你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对齐。而当你开始信任它，你就会走得更稳，更安心，也更接近灵魂真正渴望的方向。被讨厌的勇气，是显化真实生活的第一步。你是不是常常压抑自己，为了不让别人失望，为了不被拒绝，为了被喜欢，你选择妥协，选择隐藏，选择假装没事。你把别人的感受放在自己之前，把别人的期待当成行动的依据，把别人的眼光当成评价的标准。可是，亲爱的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虽然赢得了一点安全感，却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——真实的自己。你笑着答应，其实心里在拒绝；你表面平静，其实心里早已疲惫。你扮演着乖巧懂事的角色，却在无人看见的地方，偷偷问自己：我什么时候才能活得自在？亲爱的，显化真实的生活，不需要你取悦所有人，它需要的是你有勇气去面对。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真实的你，有些人会因为你真实的光芒而靠近，也有人会因为无法理解你的选择而离开。这没有对错，只是频率的不同。当你勇敢地活出自己，你不再害怕被讨厌，你就真正开始释放能量，开始显化属于你的生活。因为宇宙回应的，从来不是你努力维持的假象，而是你最真实的震动。当你选择真实，你会吸引来理解你的人，你会遇见尊重你界限的人，你会进入一段与灵魂频率相符的关系。而那些因为你不再迎合而离开的人，其实只是为了让你空出空间，迎接更适合的。亲爱的，被讨厌并不是失败，而是筛选。它帮你筛掉不对的人，筛掉不对的剧本，筛掉那些让你委屈自己的场景。这样的你，才有力气去显化真正的自由，真正的丰盛，真正的爱。所以请不要再害怕了，不要害怕有人不喜欢你，不要害怕有人误解你，不要害怕有人因为你的真实而转身离开。因为你要的不是所有人的认可，而是真实人生的展开。亲爱的，请勇敢一点，请允许自己被讨厌，因为这份勇气会成为你显化真实生活的第一步。你的愿望不需要现实逻辑支持，它只需要你信任。你是不是常常在心里盘算，
如果要实现这个愿望，我需要多少资源？多少时间？多少人脉？多少可能性？你一遍遍推演，告诉自己必须有合理的计划，必须有清楚的路径，必须有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。可是，亲爱的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每一次你试图用现实的逻辑来支撑愿望，它反而变得越来越遥远？因为愿望不是用来被证明可行的，它是用来被信任的。愿望的本质来自灵魂，而不是头脑。灵魂的渴望往往超越现实能计算的范围，它不需要数据，不需要证据，不需要保证，它只需要你敢不敢相信，敢不敢承认，敢不敢让自己站在我值得的立场。亲爱的，你要明白，逻辑只能根据过去推演未来，它只能看见已经发生过的事，却看不见那些还没有展开的奇迹。而愿望就是属于奇迹的领域。当你愿意信任，能量就会开始流动。当你愿意信任，宇宙就会开始编织。当你愿意信任，机会就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靠近。亲爱的，你不需要知道怎么到达，你只需要确定我要到达。因为怎么到达是宇宙的事，而我要到达是你的事。当你清晰地选择，并且信任这份选择，宇宙自然会为你铺路。也许这条路和你想的不一样，也许它绕远，也许它需要你等待，可是最终，它一定会把你带到最适合的位置。所以，当你怀疑愿望太大、太不合理时，请提醒自己，它不是需要逻辑支持，它只需要我的信任。亲爱的，愿望的力量不在于它有多现实，而在于你有多相信。当你真的相信，它就已经在路上；当你真的相信，它就已经在靠近。请不要再用合理来限制你的可能，请不要再用现实来框住你的灵魂，因为愿望从来不是一个逻辑问题，它是一个信任问题。亲爱的，请勇敢一点，允许自己相信。当你这么做，你会发现，世界真的开始为你改变。与宇宙合作，是一场关于信任与放手的练习。你是不是常常以为，显化就是拼命努力，就是计划好每一步，就是确保所有细节都在掌握之中？你列清单，你设定时间表，你盯着结果不放，你希望一切都能照着你的蓝图前进。可是，亲爱的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越是想要控制，内心就越焦虑，能量就越紧绷，愿望反而越来越远？这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，而是因为宇宙不是被你操纵的，宇宙是要你合作的。与宇宙合作，意味着信任，意味着放手，意味着允许更大的智慧来引导你。你要的不是紧抓不放，而是清楚地说出你的愿望，然后让宇宙有空间去运作。就像你把种子种进土里，你不会每天挖出来检查，因为你知道，它需要黑暗，需要时间，需要养分，它终将发芽。愿望也是一样，
当你说出口，当你心里选择相信，能量已经开始运作。你不需要每天怀疑，不需要不停检查，不需要急着推进。你需要的是信任它正在发生，放手它怎么发生。亲爱的，与宇宙合作是一种节奏，不是控制的节奏，而是流动的节奏。当你信任，你会发现生活开始出现一些小小的巧合，一个不经意的机会，一场意外的相遇，一段突如其来的灵感。这些不是偶然，它们是宇宙在对你说：我听见了，我正在回应你。而当你愿意放手，你会发现自己轻松了，不再因为结果未定而焦虑，不再因为进度不符而失眠，因为你知道，一切都有它的时间，一切都在路上。亲爱的，请练习信任，请练习放手。信任不是消极，放手不是放弃，它们是一种更深的力量，是一种更大的勇气，是一种真正的合作。因为当你不再紧抓，你才能张开双手。当你张开双手，你才能接住宇宙为你准备的礼物。与宇宙合作，不是你要去掌控它，而是你要与它共舞。请你记得，这是一场信任与放手的练习。当你愿意，你会发现，宇宙一直都在等你，准备和你一起创造属于你最真实的人生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